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假日好，欢迎您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前驻纽大使谢文吉，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以及时事评论员胡文琪，一轮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们要带大家来掌握，现在美国的 F-35又出包了吗？好，其实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日本青森附近的海域上哦。那据传啊，说有一架美军 F-35A 的战机在日本青森市的近海发出了国际通用的7700的紧急代码之后，哇，就彻底失联了。好，就引发全球对美军尖端装备的可靠性以及东亚安全掌握态势的一个聚焦。好，那驻日美军2024年其实啊才启动了 F-35的换装计划。那2026年正值训练密集期，所以此次的失联战机大概率是属于美军新接收的机型。那服役时间非常短，而且处于一个初期的训练阶段。那包含的是3则基地在2025年也因为地勤人员削减了15%，所以在检修的品质上面也被视为说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好，那部分目前中俄跟中东的媒体都有报道这个 F-35在日本这个青森市附近从雷达上消失的这个报道的新闻，但很奇怪的地方就是美国跟日本的媒体都没有报道相关的新闻，所以大家也都还在看这件事情后续会发生成什么样子的阶段，到底有没有这件事情就对了。好，但问题就在我刚刚也讲了 F-35又再出包了那当然它就是不是第一次。我们看到近期美国 F-35多次失事也带大家来掌握，我们整理了一下。那比较近期的就是在去年的5月美国海军的 F-35C 在加州中部有一处农田坠毁，那飞行员有成功的弹射逃生不幸中的大幸。那在去年的2月驻日美军有2架 F-35的燃油耗尽，那被迫降在日本的松山机场。那另外则是在去年的1月也是发生了美国的空军 F-35在阿拉斯加进行训练飞行时故障，那驾驶员也是成功的弹射逃生。好，那接着2025年之后，我们就回到了2023年的9月。那这是美国的海军陆战队 F-35B 的电气故障，那飞行员自行弹射之后，在无人操纵之下，幽灵飞行了102公里之后才坠毁。好，那当然大家也觉得哇，蛮夸张的那2022年的12月美国海军我们看到这画面F-35B 在德州进行了垂直降落，机体失去了平衡。好，那机手狠狠的撞地然后呢在地上打转，冒出了大量的白烟哇，你看到机手已经打地了那也是冒出了大量白烟。那这画面确实让人家觉得 F-35到底出现什么问题好，那再来也要看到是2022年的10月美国的 F-35A 因为空速资料的错误，在犹他州的希尔空军基地跑道上面坠毁了。好，那再来2022年的1月美国海军的 F-35C 在南海坠毁。好，所以我们看到 F-35 的部分从这个2026年的一开始到2022年1月，我们连续就整理起了这个事故。真的相当多起，而且每一起都蛮夸张的好，那当然央视也有特别报道说美军演练上百架 F-35突袭，驻日美军近期这个频繁的进行演练。好，那这是驻日美军方面有证实那最近有2支 F-35A 的战机中队飞抵了日本加手纳空军基地，而且频繁的在空中加油机、还有预警机、还有 F-35B 的战机一起协同在进行演练。好，那专家就说啦 F-35它呈建制地在日本进行部署，那就意味着在西太一线的区域，美军一次性的动用 F-35可能会达到了上百架的情形。好，那当然也看到 F-35的交机确实这是一个大爆发嘛。洛克希德马丁说去年总共就交付了191架的 F-35战机，这创下了这个 F-35联合打击机的计划以来是年度最高的交付记录。好，但问题是这交付记录很多，看起来量很大，但问题是里头的内容因为说采用的是简化版的软体，也就是先行交付，所以只能协讯，无法
投入作战。所以大家的讨论就很多啊，会不会也是因为这样，所以发生了一些这个不好的事情发生哦？当我们持续会为大家在进行相关的报道的更新。好，但是美国啊，是不是美军又在做一些这个不好的事情哦？因为看到美军有一些动作啦哈。就是2艘美舰哦，一个是芬恩号飞弹驱逐舰，然后再来另外一个是希尔斯号的海洋测量船，他们在16号到17号啊，这个经过了台海。那当然，共军的东部战区有说啊，他们是全程的跟监警戒。好，那美军的第7舰队啊，是在17号的晚间在 X 上面发文哦，配着3张的图片，那指出哦，芬恩号的驱逐舰上面的水兵在横须贺的后部飞弹的甲板上面装载着1枚鱼雷，文字形容这是精准的这个装弹。好，那解放军这边就说有效的应对处置。不过美国现在也批准了协助秘鲁新建海军基地哦，这是15号美国国务院的一项对外的军售案。那当然啊，这个基地哦，距离中国出资新建的前凯港不到80公里。好，那美国寻求扣押从南非运往中国的预警机训练系统。那当然，美国指控哦，这个学院协助向中国转移西方的军事技术，还有限制技术，以及中国啊最新型的1200千瓦级的涡桨发动机哦，低温点火成功。那这部分哦是中国最新型的这个 ATP-120A， 他们15号在哈尔滨成功的完成了点火试验。那引擎哦，在零下30度C 的低温条件也能实现地面状态的一个稳定运行。所以当然这部分让大家也觉得现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发动机连低温都可以点火成功，而且是在相当低温，我们刚才讲到的是零下30度C 的部分，那也让大家不少人在讨论。好，那当然现在整个 F-35的状况很多人在关注，那目前美国跟日本的媒体是没有相关的讯息，但是网络上讨论的非常多。我们问介大使，其实 F-35这个飞机，正要而且准备成为美军及他盟邦的主力战斗机，因为它是第5代战机啊，那性能应该算是比较优越的一种，最重要的它是逆中的，是它的算是比较中型的，不算重型的战斗机啊。可是呢，它除了可以这个一般的起降，它还可以用垂直起降。所以在日本现在的几个过去的所谓2栖登陆舰上啊，现在都被配有F-35是垂直起降的。那这个飞机事实上的话，大概正式入列服役大概10年左右，2015年左右正式服役。当然是它第一次试飞大概是2008年吧，那2015年正式美军就开始采用了。那他希望最后美军大概希望会整个换装，把 F-16啊、F-18这些都换掉以后啊，大概美军本身就会有2400多架，2456架。那可是到目前为止，它整个目前已经就是说制造好完了上服役，大概是1260几架，那还不到它真正的需要量，所以它未来还是要不断的再怎么样生产。而且美国的盟邦很多国家也都在买，像日本啊什么都有。那这些订单听说加起来有3500架，所以这个飞机事实上的话，就 F-20啊，不就是美国的这个 F-20啊，事实上它这个 F-22啊，这个停产以后啊，事实上这个就是美军的将来最主力的战斗机。那它的失事率这2年是有一点偏高。可是美军一直都没有把他的问题对外面来讲的非常清楚。那这次虽然这个在日本的这个又摔了一架，可是到目前为止，美军跟日军都没有吭气啊，这是外界传闻啊。对，那说这个什么原因呢？就是说他发出的失踪的所谓的紧急讯号是7700。这个就已经告诉说，这个是一般的通常的这种讯息，警告讯息，也就是说，它已经机体遭受严重故障或者遭受危机。那这个外界这个传闻也说，这个飞行员也已经弹跳逃生，不过到目前为止，
飞机跟飞行员都还没有寻获，所以要跟去年比的话，去年我们几乎也是差不多，我们就在日本也摔掉一架，然后去年我们就看摔掉2架，那这个比例是偏高，因为这个飞机不算老旧，不像我们台湾我们这个 F16的话，那个有30年了，这个最多也不过10年的飞机。那是不是它的设计上，或者说它的制造上有问题，或者说它有维修的问题？因为也有在报道说，它最近它的机场啊，就是日本的机场啊，人员比较欠缺，所以维修上面是不是出了问题？这个我们不知道。不过我想这个对于美军这个F-35继续获得销售影响应该不大，因为它现在是美军能够销售给大家的最好的战斗机，价钱也算适中，大概在1亿美金上下，所以呢，就变成就是说，我们也很想买那美军不卖所以到现在还是一个卖方市场啦。那当然就变成就是说，现在因为整个市局越来越复杂，到处战云密布那会不会是因为美军现在各个地方这个都有这个战局，随时要开打，造成飞行员心理上很大的压力，或者说过去一段时间他们的这个训练跟任务太过于频密，也造成失事率比较高。这个我们就只能用推断的方法来这样看。那真正的原因当然还是要找到这架飞机以后，然后美军愿意讲，我们才知道。对，好，彬哥怎么看？F-35当然现在就是美军的主力，这是没话讲的。那它的生产量也是不断在提高，去年才达成了它最高的1年的生产量，但是它差距还是很大，因为它总计生产要超过3000多架以上。所以它现在还差了一大截，还在努力生产当中。那可是呢，接下来如果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谈的不是很顺畅的话，因为现在又有一些阻碍出现，如果只要稀土的供应一旦来源成问题 ，F-35想要生产都很难生产。所以这也是一个他们现在一个大麻烦。那 F-35在当初设计的时候，本来最早异想天开是想说用一台飞机吃全部，因为美国当时就是 F-22造价太贵，然后又觉得说你用各种不同的机型，那个成本会跌跌升高，所以就想说用 F-35一架是不是可以把所有的任务全部都让它点满？就后来发觉可行性不高，然后又把它分成 A、B、C 3种构型。那可是实际上它当初也是因为要能够通用，所以有一些地方是妥协的，所以它在空战方面的能力是不如 F-22。那可是呢，它相对来讲维修比 F-22便宜，可是也因为它想要吃掉太多的任务，所以呢，一直传出它有一些小的 bug 跟毛病，那会造成作战任务时候的干扰。所以到现在为止，到底是不是全部解决了？反正使用国都讳莫如深，美国也从来不对外解释，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到底什么状况。可是我们必须讲，就是 F-35这个既然是未来20年之内美国必然的主力。所以在这种状况下，美国如果没有办法找出根本的问题，那到最后会制造他们作战上很大的一个麻烦。那可是呢，对中美之间的较量来说，其实感觉上美军的压力是越来越大，因为中国大陆的值在提高，数量也越来越多，所以就形成他们很大的一个压力。那你形成他们很大的压力，就变成他们要加紧整个训练战备的这样一个任务的脚步。所以一加紧就容易出错，而且美军这几年呈现一个青黄不接的一个态势，所以他们就是这些现役的这些军人或是这些军机和船舰他们的压力都很大，然后造成整个士气开始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这些都会对美国造成一个问题。那当然，他们现在有几种方式，一种就是不断的在值上面能够提升。看能够压制住中国大陆的发展，另外一种就是想办法遏制中国大陆发展，所以他要去拦截南非运给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预警机的训练系统，因为他们一直认为说中国大陆透过各种管道不断的窃取西方的这一些先进科技，然后去强化他们自己的训练内容。那所以美国一定会去做这些围堵的动作。那中国大陆也知道美国一定会做这些围堵动作，所以也一直不断的在自主研发很多东西，包括新的涡桨的这个发动机，因为发动机一直是中国大陆比较重要的弱点之一，所以他们也一直力图想要去改善自己的心脏问题。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这个竞争恐怕要把整个拉长来看，因为中国大陆现在也正在研发第6代机，那美国现在其实也想要赶快研发出新的6代机来能够取代，所以双方这个竞争恐怕还是要拉长到20年、30年这个长度去看观察。好，确实哦，文琪哥怎么看？我想说，因为作为第5代的这个所谓第5代战机，还是有第一款就销往国外的这种逆中战机，当然它的战斗力当然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但是正所谓我们常常讲，以前如果我们在开车的话，因为电子精密非常的一个精细的一个状况下，所以它很容易出状况。如果我们简单的讲，有点它像是高级的电子游戏机，所以我们如果回到当初曾经使用这个所谓不管是 F-22的猛禽或是 F-35的这种飞官，他们说基本上在所谓的 F-35上面，他们可以用所谓的上帝视角来感知所有的战场的状况下，所以你就知道这一台的这个所谓的作战机器多么精密。可是也正因为它如此的精密，它很容易因为电子装置，就刚刚我讲的以前的老式的排挡车跟我们现在这种电子的车，很容易出状况的下面就会牵扯到它所谓的后续的后勤保养。所以刚刚我们看到资料，不管说是所谓的后勤补保人员减少了15%，或是他们后续的维修，为什么最近美国不管是从空军或是从海军一直出现陆续的状况？那是因为我们一般来讲，你买了一个武器，我跟伊伦报告，通常你需要花3倍到4倍的钱去做它的一个维运，没有那么的简单。因此，我觉得看到这一架飞机出现的这个状况，你代表着美国事实上它的国力确实在往下衰降的一个状况下，所以你不只是所谓的 F-35，其实各位如果去查一下，包含美国的这种也是很高档的这个所谓的语音战斗机，语音的这种所谓的这种作战机器，基本上也是常常出状况。现在一个比较有趣的状况，我想说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说，在他们的一个整个的状况下，我觉得最主要的部分还是在于我们刚才看到说有所谓的2艘船，所谓经过这个台海，其实对我来讲啊，我们研究战略的人觉得最重要的是那个所谓的测量船，因为它基本上是可以测量水下的水温啊、温度、海水的温度、盐度等等，来作为后续作战的一个训练。可是你看到了美国在所谓的大外宣的状况下，他用的是说哇，他们的文字形容说可以所谓的精准装弹。很显然的，我觉得他们也没有做好功课。前阵子如果一轮记得的话，中共为了展示他非常的进入状况，记不记得他在他的那个剑桥那个甲板上排了王世坚的从从容容、游刃有余？所以你今天讲这些，坦白讲，我觉得美国的这个所谓的武器的发展，虽然有所进步，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受到一些限制。回过头来看到所谓的美国寻求从南非扣往中国预警机的这个训练系统，我就要讲省省吧。坦白讲，各位如果还记得前阵子我们从台湾叛逃的那个所谓的在这个台积电的那个，不管是所谓日本东京威力，还是说现在跑到英特尔，他们不是都是这样子在弄吗？所以当他做了南非的这件事情，坦白讲，我觉得是相当的不入流，因为他们自己本身，我觉得严格来讲就是一个小偷。因此你看到了中国大陆的涡轮发动机现在发挥，我觉得你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个真正的努力。我还是要特别强调，这些飞机重要的部分，包含为什么日本的 F-15最后因为频繁的起降钓鱼台的海域，造成他们的后勤补保的一个风险，这也就是 F-35可能会出现状况最大的一个原因。好，我们进广告，马上回来。好，看完川普之后，我们当然也很关心另外一个人，就是高市早苗。现在呢，高市早苗应该有被戳到痛处了齁。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大陆现在要严审对日本稀土的出口。好，那当然也要求详报用途的流向。好，共同社有相关的报道。
那中方这边啊，要求出口企业追加提交更详尽的申报文件，包含要交代稀土用于何种产品啊，还有相关的产品是否出口到美国等第三国。好，审查的流程一旦拉长，就会导致日本的稀土进口延宕，进而影响到相关的工业产品的生产进度。好，但是现在是不是日本也打算要摆脱中国的依赖也就是要跟印度这边来进行合作？我们看到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啊，也到了印度这边去啊，那他跟印度的外长苏杰生会谈。好，那当然就希望为半导体跟稀土的战略物资发展一个多元化的供应链。但有人认为啊，找印度难道是请鬼拿药单吗？好，那另外一个战线则是小泉就是他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也到了美国的华盛顿的数位科技公司听取技术介绍跟简报。那以日本政府近期修订了3份安保文件构想为例那强调 AI 跟无人机的技术将是未来维系国防战力的重要关键。好，那讲到日本，大家就会想到南韩，因为南韩最近跟中国大陆的关系蛮好的，所以是不是限韩力也慢慢在转变了齁？好，那我们看到这个韩国的 SM 的娱乐进军中国微博，达成了深度战略合作，所以像 SJ、aespa 全列在名单里头，所以被外界解读啊，这是韩流娱乐在中国社群平台上的一次制度化的回归。好，那这次的合作名单当然就包含了元祖级的代表东方神起还有这个 Super Junior 少女团少女时代跟新世代的女团 aespa 通通都有。那大家知道吗？这个限韩令是在2016年的时候开始当时就是因为韩国这个部署了萨德系统，所以让中方不满那现在看起来有一些转圜。好，那李在明到中国大陆也提了一个大胆构想，说高铁如果能实现恐怕可以颠覆东北亚的格局。那他就提出了是连通首尔到北京的高铁。那韩方希望中国能够共同催生这条铁路，那也希望能劝说北韩不要再搞对抗。那南韩说，如果这条铁路建成北韩光收这个过路费，哇，就可以净赚好几十亿每一年的单位。好，那我们再看到目前德国总理默茨要在2月底的时候来访中国，这也是他的第一次。好，那在2月24号到2月27号那当然在一个高级的经济谈代表之下到中国大陆这边。那德国的联邦新闻办公室通常其实都在前一周的礼拜五才会公布总理的出行的日期，但是这次特别的早提供。好，那当然也有人认为根本就是德国没有在怕美国了嘛，所以要跟中国大陆亲近必须要提早的告诉大家。那另外一个跟中国大陆亲近的则是加拿大，因为它也是到了中国大陆这边去，那显现这个脱美转向。那说啊，这近年世界已经改变了，那跟中国取得进展使得加拿大在新世界秩序当中处于一个有利的地位。那当然，卡尼随后也在的社群媒体上面说啊，这个跟中国大陆关系具有战略性、务实性，而且果断。好，那我们也看到日前啊，美国这个也有要求肯亚不得跟中国签署贸易协定，但是肯亚不甩美国，还是做了这个跟中国签署贸易的相关的规定所以让大家觉得现在是不是美国的川普正把很多国家都在推往中国，反而跟中国大陆是越来越亲密，这一定会改变世界的局势。一样，我们先问介大使。美国现在我看了很多历史学者，美国历史学者还有美国国际政治学者对现在美国的这个状况是2个界定。一个是一个说正在下沉的一个帝国，下沉的一个所谓的强权霸权，那国势在日夜的衰退。第二个也就是另外一个就是美国成一个比较利他的一个国家，人越利他，现在完全要怎么讲？要剥削他国的一个国家。这个转换是非常的大。如果你不利他，你说我给你的优惠我不给了，那就好。他现在不但不给优惠，他还要怎么样？他还要去他投资，投资都不是投资的几百亿1-2千亿，欧盟是6000亿，日本是5500亿，台湾是5000亿，韩国是3500亿，这都是天文数字啊。5000亿我算了一下，在台湾来讲是大概快16兆对，16兆台币，我们1年中央政府总预算好像3兆。也就是多少？5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
中央政府总预算有多少事啊？教育这个经济建设、社福，国防这个外交，所有中央部会这些人的薪水，哇，把我们5年的国家总预算就要抢走了啊！那当然就是美国的问题。那所以就造成什么一个情况呢？就造成美国过去甚至是他盟友的国家，现在都跟美国怎么样背道而驰了。哎，所以你看今年一开始啊，这个北京就特别热闹。一开年你看就是李在明，然后还有谁？还有爱尔兰的总理，然后再接下来这个加拿大的总理卡尼，这些国家都跟美国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对，那这个卡尼加拿大还是 G7 美国的近邻，可是现在跑到中国大陆，接下来德国，那所以就变成美国这个霸权目前的2个走的趋势哈，最明显的外部效益就是他的过去把美国视为自己重要的伙伴啊，安全也好，经济或者也好，社会文化伙伴国家，现在都纷纷转向，那他们这个已经不是在避险了。而是在寻求新的关系。以加拿大去这个卡尼去北京这次去我觉得有2点特别注意的。第一个他跟大陆发表了一个相当长的共同声明，这个是象征2国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很少元首访问，最近到中国大陆元首访很少签共同声明，那是一个共同定义现在展望未来的关系的。还有一个卡尼在大陆。他做了一件事情，我觉得很针对美国，就是延长中加两国的本币的交换，那个几乎到2000亿人民币。那个本币交换的原因是因为要用本币，2国都用本币来怎么进行贸易。那这个中国大陆在国际上推本币贸易用本币支付的时候，其实背后有个最大的意义就是去美元化，所以加拿大跟中国大陆等于联手在去美元化，是非常针对美国的。所以我觉得不管下一次这个德国总理去2月去中国大陆会做什么事情，我觉得可能的属性都是一样，就在寻找一个新的机会，因为他们不管这个经济、安全甚至文化上跟美国过去的关系都可能面临一个无法持续的一个情况。那为他自己国家的各方面的发展，他必须要找到另外一个强权，有市场、有军事力量，还有他自己的治理模式的国家我想这已经成了一个趋势了。今年我觉得北京会很多各国领袖会络绎于途。好，不是有句话说吗？做人比做事重要。有时候要表面的和平但是现在川普就是连表面和平我都不给，他现在要做事重要要他自己的威望。彬哥，高市为了应对中国大陆的压力，所以他一直不断的想要拉帮结派，想要去找一些朋友，比如说之前我们讲过意大利现在去找印度。那可是问题是，这些国家实际上都没有办法解决他的问题。实际上，他早在2012年就找过印度洽谈稀土的合作的事宜，后来就不了了之。去年的时候，因为中国大陆暂停对外供应稀土，印度还很紧张，停止了对日本出口的这些相关的磁铁这些东西，因为他自己都不够用。所以我觉得，你高市如果不正视这个问题的话，你去找这些国家都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因为中国大陆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稀土供应国，而且它供应的超过90%，所以你要怎么样去闪避这个东西，根本上没有办法闪避。所以我认为，你高市再到全世界各地去逛一遍，结果还是一样不会变。你的稀土工业产能，你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建立起来，那你的工业到底要怎么办？所以我觉得这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那李在明当然，你看他也就是积极的、不断的想要拉近跟中国大陆的之间的关系，但他也不会放弃跟美国、跟日本之间的关系，所以他就是一个极力的想要让韩国处在一个有利而且安全的位置的这样的一个领导人。我觉得他做的还蛮不错的。讲实在话，他很尽力的不断在提出各种可能性，所以马上获得中国大陆这边善意的回报，就可以让韩国的这些去了。因为中国大陆过去是有限韩令的，那当然中国大陆从来没有明说过这一点，可是他就真的这样做。那所以我觉得中韩之间的关系看起来在短期内应该是呈现一个相对缓和的状态。那甚至他很大胆地提出来这
朝鲜半岛高铁这个想法。我觉得这个就是在向金正恩抛出橄榄枝，希望能够用经济上面的回馈，然后能够让两韩之间融冰。那但是会不会这么简单？因为其实金正恩要他去同意这个东西，他也要考虑到战略上，那会不会让西方的这些相关的势力更深进他的国境内？所以我觉得这恐怕还有疑义的。可是呢，现在中国大陆本来照理来说，中国大陆这2年经济状况也不是很好。那正常的情况下，美国应该是跟他的其他的盟友，大家一起结盟，然后去对中国大陆施加更多的压力。结果不是，川普先对付起自己的盟友去，这真的是莫名其妙的一件事啊！我看所有的欧洲的这些人都目瞪口呆，不知道川普到底在干嘛。那你看现在德国，然后法国，然后加拿大，一个一个本来美国的铁杆盟友，现在都去中国大陆寻求帮助。为什么？因为他们原来忠诚合作的美国，现在正在发神经，不知道在干嘛。对啊，每天都找他们的麻烦。那等于说，他们过去长期依赖的政策都在转变。你如果再去像过去一样依赖美国，你可能就被他吃得死死。所以他们等于是被美国逼着飞去找中国大陆寻求合作。所以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战略，我真的看不懂川普在干嘛。好，我们也很多人看不懂哈。文琦哥，应该这样讲，我觉得高市现在的不妥协，我觉得包含他最近不是说要解散国会吗？因为他的人气很高嘛。我曾经有比例过说，他要好好的想一想泽伦斯基当时候如何高名气。因此，现在所谓的高市早苗的不妥协，对上了所谓的这种中国大陆的下重手，我觉得只有3个字：比气长，看谁行。所以，如果你从他们最近的这种一来一往的一些互动，包含你看到最近中国大陆对于所谓的 H200这个所谓的辉达的这个晶片，所谓的他们不是表示非常欢迎以外，各位有特别注意到有一个气体是叫做2氯2氢，我请导播 take 一下。这个东西呢，基本上是用在所谓的就是我们讲晶片，这个东西主要是日本出口到中国大陆，结果中国大陆连这个东西原本是需要日本的东西，它也都不要，因此你就看到了中国大陆真正的底气。那刚刚我们大家都讲到，如果真的有用，其实早就有用，所以他们现在所谓的同温层的取暖去找印度，坦白讲，我觉得意义不大了。包含最近日本甚至派了一艘科研船，想要去挖所谓的稀土到南鸟岛，可是那个东西跟你实际整个中国大陆占了70%的稀土，90%的精炼，这个东西不是在所谓的3年5年内你可以完成。因此，我觉得在整个的战略的结构上，现在的一个抵制，我坦白讲，对中国大陆的这个所谓的长臂管辖发挥跟美国一模一样，真的只是刚刚好。那当然看到了说所谓的小泉跑到美国去聊一些无人机，当然因为上一次各位记得他如果跟高市早苗的那个竞选，他的英文好像不太好了，我是不晓得他接下来要怎么做。但是我觉得真正最聪明的还是李在明啊。你看李在明不管是先跑到了这个中国大陆去跟中国大陆讲说他们有中韩共同的历史对抗日本，跑到了上海，然后最近又跑到了这个日本去跟这个我们的高市早苗敲鼓。我觉得这个部分，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谈赖清德，可是赖清德要学李在明是如何灵活的运用这种所谓两国的一些嫌隙或是矛盾，能够也是之前我们曾经有谈过的所谓的越南的这种竹子外交。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运成。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运成好，各位朋友好。还有退役少将厉正检将军。运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以及淡大财经系教授聂建中。各位观众大家好。好，现在川普真的要对格陵兰出手了，他的招是什么呢？又是关税，而且这一次是一口气要对欧洲多国通通来加征10%的关税。这是川普的发文，他说呢，自2月1号起将对来自丹麦、挪威、瑞典、法国、德国、荷兰、芬兰以及英国的商品加征10%的关税。如果未能就美国购买格陵兰达成协议的话，这些关税呢将在6月1号提升至25%，而且会持续实施
哇，这个新闻一出来啊，所有欧洲各国都跳起来了。像是英国首相施凯尔怎么说？他说呢，对追求北约集体安全的盟友施加关税完全是错误的，我们会直接跟美国政府沟通。而法国总统马克宏则说了，说关税威胁在当前的情势下是令人无法接受的，而且毫无立足之地。而欧盟理事会主席则说了，说呢，关税将会侵蚀跨太西洋的关系，并且带来危险的恶性循环。好，现在啊，这个川普跟欧盟主席会议主席范德莱恩在半年前呢，曾经在这个英格兰去谈妥贸易的相关协议哦，将欧洲属美商品的关税调降至15%，而且现在都已经部分上路了。但是因为这件事情啊，现在欧盟议员准备要停止批准与美国的贸易协议，为什么呢？因为就有华府的智库学者说了，说到目前为止，看起来能够让川普退让的呢，就是中国了，而且他们是透过一个相当强硬的报复性行动做到，所以现在呢，欧盟可能也要去学中国去进行报复性，这样子川普才会去怕辣。好，但是呢，白宫也有自己的立场啊，他们怎么说？他说啊，丹麦是一边想要让美国去帮忙保护格陵兰，但是一边又强调格陵兰100%属于丹麦啊，这对美国来说当然不公平啊，是一笔非常不公平、不划算的交易。但是现在很多的格陵兰人也都跳出来说，他们不要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啊。我们来看到啊，这个是格陵兰的首都府努克涌现了一群示威者，哇，这些人呢一路游行至美国的领事馆，高呼呢格陵兰并非是卖品啊，用行动来向华盛顿传递明确的信息，说格陵兰人是拒绝被征服或者是购买的。而且现在格陵兰人抗议啊，还说呢叫这个美国佬滚开，说你们还不是都是为了这个石油以及矿产。而且呢，不只是格陵兰人不愿意哦，美国人自己也不太愿意哦。CNN 的最新民调呢，有75%的美国人都是反对美国去接管格陵兰的哦。那么中国这个时候官媒又出来说话了，说啊，美欧直接开干，全世界是看得目瞪口呆。好，到底谁对欧洲国家安全构成了真正的威胁呢？是哪个国家在勒索并吞格陵兰？是中国还是美国？加拿大都有所醒悟了，欧洲人还在折腾。好，说到加拿大醒悟，这是真的哦，因为呢，现在加拿大总理呢，又到这个中国大陆去拜访了。那现在啊，这个加拿大总理卡尼呢，他说啊，这个近年来世界已经改变了，与中国的进展啊，使加拿大为世界的新秩序做好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表示加拿大正在战略性、务实并果断的重新校准与中国的关系。而且他这一趟访华行呢，还签署了相当多的协议啊。BBC 就分析了，说这等于就是宣告啊，加拿大跟美国的贸易关系已经不再可靠了。好，双方呢，双方大幅的降低关税，并且建立了一个新型的战略伙伴关系。好，而且现在呢，中国的电动车呢也能够去进口到加拿大了。那么美国的交通部长对此非常的酸言酸语哦，他说你加拿大会后悔的。结果外国的网友马上出来回应了，说该后悔的是美国吧，美国会后悔把市场推向中国，并且死守着显而易见早已过时的技术不放。还说呢，美国的消费者会非常羡慕加拿大人，因为他们能够以美国消费者1半的价格买到符合加拿大安全标准的电动车。好，不止邻居加拿大啦，现在呢，川普跟整个欧洲的关系通通都闹翻了。这样子下一步到底该怎么玩呢？我们请教杨永明教授。白宫的顾问呢，叫米勒，他前一阵子写了一篇文章，他就直指啊，这个世界已经是由权力、实力、武力来统治，不再是过去那种单极的霸权稳定的体系。过去从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的霸权单极的维持自由贸易跟自由国际秩序，现在呢，川普2上来之后已经为之丕变。那另外一个就是，只要在美国所主导的西方的范围之内，那可以绝对性的主导，而不会受到任何的法律或者是其他的限制。我们现在看到
越来越多这种情况，从委内瑞拉到格陵兰，然后呢，跟美国的势力范围、地盘还有它的核心利益有关的，它不惜就是使用武力。伊朗的问题虽然不是在美国所在的势力范围，但中东某种程度，美国还是把它视为它的痉挛，中间以色列是美国的核心利益，所以你现在越来越看到这个世界已经从单极变成多极这个过程呢，是一个动荡的。它这个过程，你看到川普已经讲是中美的激突，但是俄罗斯呢还是在地缘政治上有相当的影响力，而不幸的是，欧洲 EU 却没有办法在这过程当中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区域的主导力量，因为我们看到川普美国似乎正在破坏它。那格陵兰就是一个测试，这个测试我个人不是那么看好欧洲有任何的力量去抗拒，不是丹麦的问题而已，这是整个欧洲能不能够去抗拒美国要格陵兰的这个企图跟野心。不要忘记川普还有3年的时间，因为过去大家还记得吗？186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美国买下了阿拉斯加，当时其实美国政府也想买格陵兰，因为当时如果买下阿拉斯加跟格陵兰，他就可以把那个时候还没有独立的加拿大还是英属的殖民地变成美国的一部分。不过后来因为内战刚结束，以及买格陵兰这个720万美元，现在看起来是很棒的一个交易在当时被骂得一鸣不值，说我们买了一个冰箱 ice box，所以呢后来就没有再进行。那后来到了19世纪末，一个总统叫麦金利他就跟西班牙发生战争，美西战争，他就取得了古巴、波多黎各、菲律宾、关岛，后来他也拿下了夏威夷。同时这个麦金利总统还用高关税保护美国的工业，有没有觉得很像？也就是说，今天其实已经回到了1次大战之前的那种以实力、武力、权力，以权力为主导的国际格局。我教国际关系30年了，第一次真的这么真实的感觉到国际政治就是权力政治的丛林法则。因为过去有一个从上到下，虽然他不认为他是美国世界警察，但美国所建立的秩序、经济的、安全的各个方面的还是维持在那边。但是现在呢，这个秩序崩解了。那不要认为说，川普之后是不是美国的总统回来还是会重新再整顿一下？各位，川普还有3年，我讲过。而这个3年之后，其实美国的实力的变化，其实大概可想而知。所以我是觉得大家很清楚的看到，现在你看到的就是欧洲、韩国、加拿大陆陆续续在这段时间都前往中国大陆，因为他看到另外一个G2，这个G2有大的市场制造能力，然后呢，以及他支持自由贸易，还有国际法秩序。虽然跟西方其实还是有一点在制度上、文化上有一点格格不入，可是在于今天以权力为主的国际秩序、国际社会当中这个国家没有别的选择，他必须要去寻求一个比较稳定的力量，维持一个可预测的这个运作法则。那这里面当然很可惜的是，日本却反向而行。可是呢，你看到不只是这个国家西方媒体报道的国家，东南亚如此呢，非洲是不是也是如此？拉丁美洲也是如此。所以现在从单极走向多极的这种动荡的过程当中，权力政治才是真正现在国际社会的最重要的法则。没错，就是因为川普实在是翻脸跟翻书一样，所以其他国家也不得不找另外一个保障。我们请教厉将军。这个川普要抢格陵兰这件事情，现在已经在全世界来讲的话，可以说是一个笑话不只是川普闹这个笑话给大家看，甚至于欧洲、北约的这些国家也在闹笑话我们现在看到欧洲总共这8个国家，总共派了34个兵这个要去保卫格陵兰我开玩笑讲。我派的国家这个比官多，官比兵多，兵比枪多，枪比子弹多
这340个人，你现在在格陵兰上面，这个美军就有所谓600个，334比600，好，那你想想看这悬殊的比数。所以包括欧洲自己本身，我们也看出来，这个北约这些现在也无可奈何了最多也就是34个兵，那你怎么去保护？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叫做这个强摘的瓜不甜，你硬要去要那甚至于可以说比喻成是这个川普要去抢亲你这种东西抢到最后，结果一定是绝对不会得到什么好处，甚至于我们看到川普来讲，可以说这个好像舔了这条心，硬要格陵兰，除了说是之前威胁的要用军事的行动来讲的话，现在更具体的要用关税你这8个国家派了34个兵，那我现在关税给你增到25%以上，看你们服不服气。我觉得这种结果只有一个结果啦，就是说到最后这个北约甚至欧洲这些国家会离美国越来越远甚至把它推得越来越远。这明显的一个国家叫做加拿大。如果说我们将这个欧洲国家跟加拿大来做一个对比，就很明显。加拿大前一阵子之前来讲，它也是这个杜鲁道时代也是跟着美国亦步亦趋嘛。我们知道加拿大跟美国还有英国还有纽西兰、澳洲号称五眼联盟这个美国到什么地方去打仗加拿大一定是这个派兵，一定是跟随。那甚至于这个美国跟中国作对，加拿大也在旁边摇旗呐喊。但是这次这个美国川普自己本身这个不但是羞辱加拿大，说它是第51州，而且在关税方面，不管是石油或者是钢铁等等的关税，也对加拿大可以高关税根本就是毫不留颜面。在这种状况下，很明显我们看到卡尼这次到中国去访问，跟中国签了很多的合约，那甚至于狠狠甩了川普一巴掌，尤其是说让大家最重视的是这个汽车的关税、电动车的关税。原来加拿大对中国的电动车科的关税是100%，那现在来讲将这关税降到只有6点多而已很明显让加拿大汽车可以进去。但是反观美国对加拿大是做什么呢？他是对他这个美国原来跟加拿大签有北美的贸易一个协议，所以说美国很多的汽车厂商到加拿大安大略省去投资包括到这个福特啦，这个美国各个大厂都到那边去设厂，大概创造了30万的工人就业的机会。但是美国你现在居然对加拿大可以汽车方面可以关税，在这种状况下，那这个工人很容易就会变成失业嘛。那在这种情形，中国这个如果说这时候电动车可以进到加拿大，甚至于在加拿大跟当地的政府合作，跟当地的厂商合作，共同生产这个电动车，那不但对于这些被美国压迫失业的汽车工人可以重新找到这个生存之路，那对于加拿大老百姓，他们也可以用便宜的价格买到电动车，可以说是双赢。尤其是说中国也对它的油菜籽油这个降低它的关税，让油菜籽油可以进来，所以不管是工农都可以得到很好一个帮助。那加拿大很明显一个对比，我觉得欧洲将来也是势必跟加拿大一样路线，想办法来跟中国靠拢，才可以生存，才可以活得下去，不然的话你就是只有被羞辱的份。对啊，如果是双赢的话，我干嘛要去热脸贴你川普的冷屁股呢？我们请教聂老师。好，刚才那个丽江讲到这个3-4个军人上场打仗，要打这个光在这个格陵兰驻守600个美军，你说是笑话吗？我觉得从某个角度来解读是，即便我比你差，比你弱，就算我被你打死了，我硬撑到底。我觉得是有这种底气要撑过你的感觉啦。就是说，你美国实在太嚣张，怎么可以这样子欺负我们？我知道你很强，你有霸气，不可以这样做的。我们再看看56000人的格陵兰这样的一个国家，光上到美国这个所谓的这个领事馆前面就将近10000人，你看多少人？几乎人全部集结到那边，大家都反对嘛。你美国到底要干嘛？但美国真的是厉害，他的底气就是够高，那他的霸气真的十足。但是呢，川普只有一个武器，就是关税，关税还是关税。可是他关税真的厉害，当他有他的道理啊，他美元霸权啊，而且呢，他是全世界的 big buyer 大买家啊，你都要向我买东西吗？哪一天你不要买再说。我跟你讲，大家都不向你买的时候，你关税就没有用。的确，他就是不是生产者，他没有制造业，制造业回流以后，他就不会再买。但他现在就是大买家，大家都要靠他。各位，谁能够抵抗美国？只有一只龙啊，就是我们的对岸中国，没有人能够抵抗的。你说欧洲你要怎么去抵抗它？一开始的时候，欧洲用了多少的方式想跟美国对坐？在4月的时候，请问赢了吗？最后还不是俯首称臣，趴了。加拿大卡尼这么优秀的一个人，在牛津拿到博士，这个人学经背景也算不错啊，这个当然非常优秀的。
当时他上来的时候很自信，也跟川普要对干，最后不是也是输了吗？也趴啦，也垮啦。所以这些国家，我跟你讲，他们底气不够。唯一有底气的只有一个国家嘛，非常清楚我们的对岸。第一个呢，它底气有丰富的资源矿产，光讲这稀土啊，我们讲20世纪靠能源，虽然美国还有很大的页岩油的这个矿产，可是现在稀土你控制了所有的未来啊，所有的 AI 甚至军事航太，所有为向上发展的所有的重要资源就在中国手里。第二个呢是实力。我们讲这几年，这个所谓的卧薪尝胆的这个我们的对岸，已经在军事实力啊，甚至6代战机都已经显现于世。那再看一下他们的航太，甚至 AI 科技是已经深化到真的是啊遍地开花，整个中国是各种领域、各个省市、各个地方都几乎遍布了 AI 这样的一个实力，以及啊我们刚刚讲到它的丰富资源的底气，它有没有办法抵抗？当然有办法。刚刚我们也讲得很好，说那个米兰这个怪咖嘛哈，他很优秀了，哈佛的博士。重点来了。他当这个经济委员会的顾问，在去年3月，然后呢，川普非常喜欢他，把他派到 Fed 当这个里面的这个理事，就是要降息嘛。这个人呢，在海湖山庄的时候，曾经提到100年债的这个，他是讲到的，刚刚讲到的，对不对？讲这个权力、实力、武力没有错，的确有权力、实力、武力可以控制世界，但现在美国到底有没有实力？已经输对岸了。有没有武力真的打起来？他们的所有的国家智库、国防智库都已经分析，已经敌不了我们的对岸的中国了。当然权力还在，现在权力之手还是在美国的手上，这个不可否认。可是你要知道拉帮结派、呼朋引伴的未来会变化哦。各位看这次卡尼带了5个部长到了中国的样子，你就知道，你知道东西是有地缘之隔的哦，它有肤色之差的哦，甚至有所谓的太平洋这个大西洋不同的属性。可是这些啊，过去啊也有白种人、骄傲的人都到了中国去跟他谈，你知道为什么？为了找另外一个生存出路。这个才是有机会的，因为中国现在在给全世界机会和幸福，美国呢不断的在给全世界威吓和恐慌。你不觉得这个高下立判吗？这个世界将来会怎么走？大家一分析就知道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伊朗的部分啦。川普到底要不要对伊朗动手呢？而现在伊朗的情势又是如何呢？好，哈米尼呢，竟然是把内乱全部都怪在了美国头上。他说啊，证实这个抗议活动呢，已经造成了数千人的死亡，更称呼川普是罪犯，强调这次的动乱呢，跟以往的美国煽动事件都不同，因为这一次川普呢是直接亲身参与其中，而且伊朗也决定了要永久退出国际网络。这个是英国卫报的报道，说他们正计划呢要永久的退出国际网络，未来啊要连接国际网络呢会变成政府特权，你以后要上网通通都得要翻墙了。而且呢，伊朗还可能要去准备攻击美国的军事基地哈。这个是美国国务院用波斯语的账号发文指出，说美方目前掌握到了情报，显示伊朗正在准备多项选项，用于攻击美国在该地的一个军事基地以及相关设施。好，那么对此呢，川普已经多次的表达立场了，说啊，如果你伊朗对美国的资产发动攻击的话呢，将会面临极其强大的武力回应。而且美国的国务院也警告了，你伊朗千万不要跟川普玩火。而且川普这个时候也呼吁啊，是时候要找伊朗的新领导人了，呼吁要结束哈米尼37年的统治，说哈米尼无法管好国家，是一个病夫，是时候要寻找新的领导人了。好，但是领导人就是不知道是谁，所以川普也不知道该不该对他动手啊，不然打完了之后谁来接伊朗呢？现在来看到啊，伊朗人就痛诉说，你川普原本答应我们说援助在路上了，结果根本没来，让我们这些街头抗议者燃起希望，又突然的变成了炮灰，你根本就是把我们这些1.5万条人命当成了炮灰。但是川普是真的不打了吗？也很难说哦，因为美国的媒体曝光说，现在美国的航母呢，还有欧洲盟国是持续的在进驻中东。
好，现在很多家的美媒指出啊，美军实际上呢还是持续的向中东来调派军事资产，尤其是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呢，即将部署至中东地区，预计要在下周抵达。那么开源飞行数据也显示了，有10多架的美军运输机正在飞往中东，同时呢也出现了大量的欧洲军机进入了该区域。但是要不要去打呢？中东的盟友呢都相当的担心哈，与川普的顾问还有中东的主要盟友都纷纷的向川普提出警告，说呢这个大规模的打击行动啊，未必能够实现伊朗的政权更迭，反而是极有可能去触发更广泛的一个区域冲突。那么多名的美国官员也透露了，目前川普呢是倾向先去观望伊朗政府如何处理国内的示威浪潮，再决定潜在的军事行动的规模以及范围。好，那现在大家也很关注啊，之前呢上一次这个美国去介入这个伊朗是因为跟以色列的问题嘛，那现在呢加萨走廊怎么样了呢？现在呢川普打算要自创群组了啦。这个是外媒的报道说，川普计划要成立一个国际和平委员会，目标是保护受冲突影响或者是威胁的区域，恢复可靠合法治理，并且呢实现永久和平的稳定。被说呢他有意要取代联合国的地位。那么呢负责加萨战后治理重建工作的加萨和平委员会呢，就会隶属在这个组织之下。那么川普现在呢也要开价了，说啊，你想要来当这个和平委员会的永久席次的话呢，你给我10亿美元就好了，那么你就可以获得永久席次。那么取得的这个草案方程呢，川普会担任这个首席的主席，那握有成员国的一个绝对权利。但是啊，以色列非常的不高兴啊，他说呢，不满和平委员会的人员构成，所以呢，纳坦雅胡呢也公开出来呢抗议，说呢，这个执行委员会的名单呢，你没有跟我们以方协调啊，而且呢，跟以色列的政策是相悖的。但是美国也没有在管理以色列哈，他怎么说？他说呢，发出了强硬警告说啊，这是我们的秀，不是以色列你们的秀。如果纳坦雅胡你不配合的话，那么美国呢将自行其事。对美国来说，以色列当然是一个小弟呀。不过现在伊朗的问题川普到底有没有可能出手呢？我们来请教杨教授。我的观点是，川普还是维持的军事的选项。林肯号航空母舰之前一直在南海地区，将近2个礼拜，前天已经开始行驶前往波斯湾，那大概就是在这个礼拜的礼拜4的时候呢，我觉得就会到达了。然后呢，你看到他在一些其他的准备上，比如说德国的空军基地，现在很多的美国本土的空军飞机都往这边集结。当然，美国在中东也有2个主要的空军基地，但一个在巴林一个是在卡达，一个是在阿联酋。这2个国家其实是不太愿意使用这个空军基地，他们会担心伊朗的报复。我个人觉得，以现在伊朗的情势比上个礼拜是平和下来，但是呢，当然整个经济政治层面呢还是非常的混乱。它其实已经进入到真的是一种失败国家。很多的因素，可能是46年来政教合一神权体制已经受到考验，也可能是最高领袖这个长达36年的哈梅尼，他其实身体状况健康不好，而接班人还不知道会是他的2儿子，还是之前何梅尼的孙子，不确定。然后呢，当然长期的被美国的制裁，使得他的原油只有靠革命卫队掌控的走私管道，那现在这个也被堵住。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川普现在当然很希望去复制委瑞内拉模式，还记得吗？委瑞内拉就是外海的重兵集结5个月，最后呢用斩首模式，能不能够对哈梅尼做斩首很困难，因为过去以色列一直也都想要做。那但是呢，我刚刚提到的，哈梅尼的2儿子，他的这些接班人或革命卫队的这个领袖，有没有可能？其实过去以色列的摩萨德一直在做，这个时候以色列的角色就会凸显出来。以色列它可能变成一个不确定的，因为过去看到对伊朗也是如此，以色列往往就自己先动，然后呢逼着美国去介入。我刚刚提到以色列是美国的核心利益，
而且真的不管你是什么大屠杀还是种族灭绝，他就是挺以色列挺到底。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在伊朗的这个情况呢，军事的选项我觉得没有消失，以色列的动向反而是一个不确定的。当然，伊朗能不能抗拒，其实一直以来伊朗的内部一直都是很混乱。那但是呢，现在关键就是哈梅尼的未来。所谓的和平委员会10亿美元，我们台湾买啊，我们不是要付5000亿吗？对不对？什么永久的这个席位，我们可以买多少席啊？川普不会让我们台湾进去的。就算真的成立一个这个东西，这个好像他的那个什么那个100万美元的这个金卡移民金卡一样，你拿那个卡有什么用？移民金卡还真的个人那个移民，你永久委员会的永久席次，难道是军事联盟吗？当然也不是。所以这个什么意思？他就是在 A 钱嘛，那这就是实力、权力、武力统治世界。他展现了这种方式，你愿不愿意去挂号？很多国家也许愿意，但是呢，很多国家可能也会考虑自己进去之后呢，更进一步的被他的欺诈、压榨。所以我是觉得，现在你看到我们永久委员会的这种情况，不太可能会出现成为取代联合国安理会，或者是任何其他的国际组织。而且，就算它真的出现，也可能是去配合、去呼应、支持川普。那当川普发觉到这个机制如果不好用，或者是必须要负担太多的这个支出的时候呢，他可能又弃之不理。所以千万不要把这个东西希望放在这里，不然我们台湾的5000亿，那不就是可以不用挂号，永久的担任这个成员了吗？好，不知道丹麦如果加入这个和平委员会，那格陵兰能不能够不给美国呢？我们来请教李将军。我觉得伊朗这次的事件我将它称之为美国的一次失败的颜色革命那我想说，美国可能想要趁机把伊朗内部搞乱掉。我们先看伊朗这次之所以这个国内会产生暴动有几个最主要因素，是因为它通膨的非常严重。那通膨背后当然因为长期受美国的制裁也有关系。那美国会不会利用这一次加大在经济上面的力道，让伊朗自己国内的通膨变得更严重，让民众产生暴动？那我们从几件事情可以看得出来，美国在这一次后面所扮演的角色。第一个是川普自己所讲的话，当伊朗内部产生暴动的时候，川普这个时候讲的是你们继续乱，继续抗议这个我救援就已经在路上了，这是他第一个讲的。第二个来讲，我们看到他用的是巴勒维的国王的儿子虽然说这小子是一个在美国已经生活了数十年了，根本就没有自己的经验，但是美国人还是把他抬出来做一个精神号召，希望由他来号召伊朗人继续革命、继续暴动。第三点，我们看一件事情就知道，这一定是美国跟以色列在后面策划的。从网络。这次伊朗虽然说他国内的网全部封锁，他准备这个强力的镇压抗暴，不要让这些影片传出来。但是有一个人动了一个手脚马斯克他说他星链卫星可以过去支援。星链卫星不是用手机连就可以连上卫星你必须要地上有个接收器才可以连上，那个接收器也几千块美金那伊朗现在国内不是物价通膨的非常严重，那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地面的这种接收器可以使用呢？可见呢，美国来讲的话，它支援伊朗民众的不是给他们相关的物质资源，而是靠这些东西支援给他，让他们可以继续跟外界保持联络从这几件事情我们看出来，美国打的算盘就是希望借着一场颜色革命，再接着军事当作后盾，将伊朗这次哈梅尼政府一股推翻掉。但是我们后来，因为我觉得是因为美军自己完全没有做好作战的准备。那所以我认为它是一场失败的颜色革命。第二个，我们有一句话讲得很好，这是伊朗示范了一件事情，什么叫枪杆子出政权？你知道枪杆子在谁手上？枪杆子在革命卫队手上。伊朗的军队有2支军队，一支是他们的国民军那另外一支是革命卫队。真的有权有势的有战力的是革命卫队这革命卫队掌握在哈梅内伊的手上。当你真的掌握到枪杆子的时候，那当然就是所谓枪杆子出政权。那上次以色列跟伊朗爆发了12天的互相攻击。
后来伊朗打了一枚导弹到乌代尔空军基地，那枚导弹他故意打偏掉就是警告美国，你再继续要轰炸我的话，我的导弹可能就对你的基地而来。那这次有一个警告的意味很明显，当然他没有明着讲，他讲说这次的子弹不会射偏，他放了一张这个川普被子弹命中，但是他说子弹不会射偏。我们当然知道说是这个伊朗是不可能对这个川普实施斩首作战可是他警告意味就是说，我下次打你乌代尔空军基地的导弹距离只有200公里，那我这颗导弹就不会再打偏掉。除了乌代尔之外另外巴林是美军的第5舰队，只隔一个波斯湾，大概也就是200-300公里那如果说是这个对你这些实施攻击，另外一个我觉得以色列也很害怕，这次以色列主动出来叫停叫美国不要动手。为什么？他很清楚一件事情，当如果说这个伊朗给你来个鱼死网破，所有导弹砸到你以色列的话，你以色列不见得全部能够拦截得到。去年来讲你就不见得拦截得到，这次来讲的话，可能如果真的开打以色列可能不死也半伤。所以如果伊朗真的被逼急的话，对全球的局势呢都不是一件好事。我们请教宁老师。OK， 我觉得在每个国家都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单位叫情治单位。我觉得情治单位是最重要也最厉害的。这件事情呢，当时我想到，我们讲在我们这个光复之后不久的228事变，其实228事变大家也知道，已经有非常多我们当时的共产党在里面的势力的这个混淆。然后当然呢，后来我们小时候呢也知道，我们要反攻大陆的当时的非常多的这个政策，其实都规划的很严厉，但是后来也都出了问题，就是你们情治单位这个策反。那我现在讲一下，就是因为这个当然现在伊朗这些这民众呢，在这边这个反抗的势力呢，认为这个说你援助我是假的，那让他们非常的心慌。但我觉得这美国非常清楚，他们在做的动作呢，就跟后来讲说反送中也是一样。当时呢，他们讲煽动，我觉得是事实啊，援助那只是口号。所以呢，我觉得这民众呢就听听就好了。那当然，我现在要讲一个重点，就是其实这个伊朗其实他实力再怎么样都打不过美国嘛。但是你要知道，打不到你老子就打你儿子，所以呢，他才说可能会打你，不管是你这个卡达或者是这个阿联酋你的这个军事基地。当然。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美国呢这次呢正在波斯湾集结了他的这个舰艇，但是你觉得他会跟委内瑞拉这么的轻易拿掉吗？当然不会，因为非常清楚的委内瑞拉的这个军事实力当然不比伊朗，那土地不比这个伊朗之辽阔，还更重要的，我觉得就是委内瑞拉它旁边的周边势力的这种松散度是比伊朗要更松散，所以他才会在情治单位去收买了他的护卫长，甚至做一些假情报，让他跑的地方刚好就是可以抓的地方，马上就通知了这个美国直升机去抓他。那当然美国也花了非常多的钱，但花钱对美国不是重点，就是能够买收他这个委内瑞拉这个元首就跨国绑架的这个重要的这个旁边的护卫的人，这是重点。那我讲到最后一个，我很想讲的是，我听了就想笑。那川普大家都知道他拿不到和平诺贝尔和平奖。他很想拿，但他也不是拿不到，他就慢慢等嘛，他就真正做他该做的事嘛。其实他是有机会的，他做的东西让人家怎么敢给他？他既然拿不到没有关系，他就像那个做直销，说我不要做直销的某个小老鼠，我要办直销公司，我要做头，你知道吗？我开一个和平委员会，那就已经很好笑了。更好笑，他把这个机制你知道吗？拿来赚钱，还一个呢可以有10亿。我觉得这人真是聪明的不得了。当然，刚刚讲到他用国家的时候，用国家的机制呢，就搞出了一个所谓的这个移民金卡。他先用这个来买收这个全世界的人，说，你交个10亿，你就可以当和平委员会的委员。请问和平委员会的意义是什么？和平不是强调和平吗？那你所做的这个意向，还有你所要做的动机，完全都不是啊！你这个和平委员会来是真的要世界和平吗？不是嘛？就是我是霸主，我是老大，你就听我的，然后该要钱的时候你就给钱就对了。我要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听我的就会和平了。你觉得这叫做和平委员会吗？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机制呢，你不笑都难嘛。好，那我最后这个只能讲说，川普这个人在全世界，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的智慧，非常聪明，他真的是做生意做久了。那我们都看过，如果你看过那部电影就知道，他这个所谓的3招就是攻击、攻击再攻击啊，然后这个永不认输、这个死不认错的个性，一直要玩世界。但这个世界，我觉得慢慢所有的国家会慢慢这个在你实力还不够以足以抵抗你之下呢，都是忍气吞声。那我一直在看这个世界的角力，就是大国之争，真的有一支这个可能实力已经慢慢要超越你的时候，很多的国家可能会一系的全部洗牌，全部倒向。